你个白眼狼！我儿子养你这么多年，你就这么对我？”张桂花指着林晓的鼻子破口大骂：“妈，我真的没钱了，您看看我这手机都用了3年了。”林晓低着头，声音颤抖：“装什么装？你一个月工资4000多，还说没钱？可是您不是说了吗？您的养老金只给王军，我们自己想办法。”张桂花愣住了，瞬间面红耳赤。门外，王军夫妇交换了一个惊恐的眼神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那是一个普通的周末下午，林晓正在厨房洗碗，客厅里传来张桂花兴奋的声音：“君子，妈这个月又给你转了3000，加上上个月的，你们买房的首付应该够了吧？”“够了，够了，妈你真是太好了。”王军的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得意。“我和美玲看中的那套房子，开发商说这个月底前交首付还能优惠2万呢。”林晓的手停在半空中，肥皂泡沫从碗上滑落。他缓缓转过身，透过厨房门看向客厅。张桂花正从钱包里掏出一沓现金递给王军，脸上满是慈爱的笑容。刘美玲坐在一旁，眼睛放光地数着钞票。“妈，您这样对君子真是太好了。”刘美玲嘴甜得像蜜一样，不像有些人嫁过来这么多年，连您生病的时候都舍不得多花1分钱。这话明显是在暗指林晓。张桂花的表情立刻变了，朝厨房的方向看了一眼。“美玲，你别这么说。”张桂花的声音故意提高，确保厨房里的林晓能听到，毕竟是外人嘛，哪能跟亲儿子一样？我的钱当然要留给我儿子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林晓握着碗的手微微颤抖，他深吸一口气，继续洗碗，假装什么都没听到。这时，王强从卧室里走出来，看到这一幕，神情有些尴尬。“妈，您这样会不会不太好？”王强小声说道。“有什么不好的？”张桂花立刻瞪起眼睛。“我的养老金，我想给谁就给谁，轮得到别人管吗？再说了，君子马上要结婚了，没房子怎么办？难道让他住一辈子租房？可是小小他怎么了？”刘美玲抢着说道。“嫂子工作稳定，收入不错，哪像我们君子现在还在找工作。妈给我们点钱怎么了？”王强张了张嘴，最终什么也没说，低头坐到了沙发的另一端。林晓在厨房里听得清清楚楚，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。结婚5年，她每个月上交3000块钱给婆婆做生活费，自己省吃俭用，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，而婆婆的养老金每个月足足有3500，竟然全部给了小叔子。洗完碗，林晓擦干手，走向客厅。她刚一出现，刘美玲就故意提高了声音：“妈，您说的对，自家人就应该互相帮助，不像有些人结婚这么多年，连给您买件新衣服都舍不得。”林晓脸一红，但还是努力保持平静。“妈，您需要什么尽管说，我们一定会买的。”“算了吧。”张桂花冷哼一声，“你们哪有那个心？还是君子孝顺，上个月还给我买了一套护肤品呢。那套护肤品是我挑的。”刘美玲得意地说。“800多块钱呢，君子一点都不心疼。”林晓咬了咬唇，800块，这相当于她半个月的零花钱，而这些钱追根溯源，还不是婆婆给的养老金。“妈。”林晓鼓起勇气说道，“我觉得养老金的事情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商量一下？毕竟强哥也是您的儿子。”话音未落，张桂花就拍桌而起：“商量什么？这是我的钱，我想给谁就给谁。”
他指着林晓，声音尖利：“你一个外人，有什么资格对我的钱指手画脚？我不是外人，我是强哥的妻子，也是这个家的一份子。你就是外人。”张桂花打断了他：“姓林的永远是外人，只有姓王的才是一家人。”刘美玲在一旁煽风点火：“就是啊，嫂子，你这样说话就不对了。妈的钱当然要给最需要的人。君子现在要买房结婚，正是用钱的时候。”王强坐在沙发上，低着头一言不发，仿佛这些争吵与他无关。林晓看向丈夫，眼中满含期待，希望他能为自己说句话。但王强只是更加低下了头，显然不想卷入这场争吵。“强哥！”林晓轻声叫道。王强抬起头，目光闪烁，最终还是开口了：“小小，要不你就别说了，妈年纪大了，她高兴就好。”这句话如同一盆冷水浇在林晓头上。她看着自己的丈夫，这个曾经承诺要保护她一辈子的男人，此刻正选择站在别人那一边。“好，我不说了。”林晓的声音很轻，但每个字都清晰无比。“既然这样，那我也有话要说。”张桂花冷笑：“你想说什么？既然您的养老金要给王军，那以后家里的开支我们就各负其责。”林晓直视婆婆的眼睛：“我每个月还是交生活费，但是额外的开支，比如您生病买药，或者家里买家电什么的，我可能就有心无力了。”“你什么意思？”张桂花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。“我的意思是，我一个月工资就这么多，既然您选择把钱给王军，那遇到别的花钱的地方，你也应该找王军。”刘美玲立刻跳了起来：“嫂子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妈给我们钱是因为我们要买房，这是大事，买房是大事，可我们每个月的房租也是钱啊。”林晓终于爆发了：“我们结婚5年，一直在外面租房住，每个月1800的房租，从来没人说过要帮我们一下。现在王军要买房，一下子就能拿出几万块钱，这公平吗？怎么不公平？”张桂花理直气壮：“君子是我小儿子，我不帮他帮谁？你们有手有脚的，自己想办法。那你以后有什么事，也请自己想办法。”林晓的话说得很轻，但在场的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客厅里瞬间安静下来，空气仿佛凝固了。王强终于坐不住了，他站起来拉住林晓的手：“小小，你别这样。”“我怎样了？”林晓甩开他的手：“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既然这个家有亲疏远近之分，那我也只能按亲疏远近来办事了。”说完，他转身走向卧室，留下一屋子面面相觑的人。第二天，林晓照常上班，但心情却久久无法平静。他在银行工作，每天接触各种各样的家庭财务状况，深知金钱在家庭关系中的重要性。午休时，同事小李过来聊天：“小小，你今天怎么看起来不太好？”“没什么，家里的事。”林晓勉强笑了笑：“又是你婆婆？”小李压低声音：“我记得你说过她偏心小儿子的事。”林晓点点头，把昨天的事简单说了一遍。小李听完，义愤填膺：“这也太过分了！养老金本来就应该给所有儿子，凭什么只给一个？他说是他自己的钱，想给谁就给谁，那也不能这样偏心啊。”小李想了想，突然眼睛一亮：“要我说，你就别管那些了。既然他不把你当自家人，你也别把自己当自家人。该花的钱花，该省的钱省，反正他也指望不上你。”林晓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晚上回到家，气氛依然很尴尬。王强试图缓和关系：“小小，昨天的事，要不我们再谈谈？”“没什么好谈的。”
林晓平静地说：“既然规矩已经定了，那就按规矩办事。什么规矩？个人花个人的钱，个人管个人的事。”王强皱起眉头：“小小，你别闹了，我们是一家人。”一家人？林晓看着他，昨天的时候怎么没听你说我们是一家人？王强被问得哑口无言。这时，张桂花从厨房走出来，手里拿着菜单。强子，明天你爸生日，我想包个餐厅庆祝一下，大概要花2000块钱。以往这种时候，林晓都会主动说出钱的事，但这次他只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仿佛没听到。张桂花等了一会儿，见林晓没反应，不由得有些急了：“小小，你听到了吗？”“听到了。”林晓头也不回。“挺好的，应该庆祝一下。那钱的事您找王军商量吧。”林晓终于转过头，神情很平静：“我相信他会很乐意为爷爷的生日出钱的。”张桂花的脸色变了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“没什么意思，就是觉得王军最孝顺，这种事情当然应该他来办。”王强在一旁急得直冒汗：“小小，你别这样。”“我怎样了？”林晓反问。“我只是觉得，既然王军是最受宠的儿子，那这种为长辈花钱的机会，当然应该让给他。”张桂花气得脸都红了：“你这是在赌气。”“我没有赌气，我只是觉醒了。”林晓站起身：“以前我总想着要孝顺长辈，要为这个家付出，但现在我明白了，有些人根本不把我当自家人，那我又何必自作多情？”说完，他走向卧室，留下面面相觑的三人。接下来的几个月，林晓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模式。他开始精确计算每一分钱的去向，生活费照样上交，但超出部分的开支，他一律拒绝。张桂花的血压药吃完了，以前都是林晓主动去买，这次他等了3天也没见林晓动静。“小小，我的药没了。”张桂花终于忍不住开口：“哦，那您让王军去买吧。”林晓头也不抬，继续看手机。“王军在忙找工作的事，那您自己去买。”张桂花气得直跺脚，最终只能自己去药店，一盒药120块，她心疼的不行。类似的事情越来越多。电视机坏了，林晓说她只看手机，不需要电视。热水器漏水，林晓说她可以到健身房洗澡。就连每年的物业费，林晓也拒绝分担，理由是房子不是她的名字。最让张桂花受不了的是，林晓开始在外面吃饭。以前她总是早早回家做饭，现在却经常和同事聚餐，回家的时候已经吃过了。“你怎么又在外面吃了？”张桂花质问。“公司聚餐啊。”林晓理所当然地回答。“那我们的饭呢？您可以做啊，或者叫外卖。我一个老人家，做那么多干什么？那就做少一点，够您和强哥吃就行了。”张桂花被气得说不出话来。以前林晓在家的时候，总是做一大桌子菜，现在却连厨房都不进。更让她抓狂的是，林晓开始对自己的外表进行降级。她换掉了那些稍微好一点的衣服，专门挑最便宜最旧的穿。手机也换成了一个老旧的按键机，说是为了省电费。就连化妆品都停止使用，说是要节约开支。你这是在演戏给谁看？刘美玲有一次忍不住讽刺道：“演什么戏？”林晓一脸无辜：“我只是觉得应该节约一点，毕竟工资不高，要省着花。你一个月4000多的工资，还说不高？4000多很多吗？”林晓反问。“扣掉房租、生活费、交通费，剩下的还要留着应急，不像有些人，有人给养老金花。”刘美玲被说得脸一红，但又找不到反驳的理由。王强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他试图和林晓沟通，
但林晓总是一副委屈的样子。强哥，我也想对家里好一点，但是真的没钱啊！你看我现在穿的衣服都是好几年前买的，手机也是最便宜的那种。我已经很努力的省钱了，但还是不够用。那你的工资都花哪里了？交房租啊，还有我们2个人的生活费、交通费、电话费，算下来真的没剩多少。林晓说的合情合理，王强也挑不出毛病，但他总感觉哪里不对劲，又说不出来。时间来到第4个月，事情开始变得更加有趣。王军的房子已经买下了，开始装修，装修费用比预期的高出不少。他们又开始找张桂花要钱，妈，装修费还差3万块钱，您能不能再帮帮我们？王军一脸期待地看着母亲。张桂花有些为难，我哪有那么多钱啊？养老金都给你们了，那要不您找大哥借一点？刘美玲提议。找强子借。张桂花看向王强，强子，你们能不能借一点给王军？王强下意识地看向林晓，林晓正在整理自己那些旧衣服，听到这话，手顿了一下，但很快恢复正常。妈，我们也没什么钱。王强为难地说，怎么可能没钱？小小1个月4000多的工资呢？刘美玲立刻反驳，4000多的工资又不是4000多的存款。林晓终于开口了，我们每个月的开支您又不是不知道，那你平时都把钱花哪里了？张桂花质疑。林晓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本子，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各种开支。您看，房租1800，水电费200，电话费100，交通费300，还要给您交生活费3000，买菜买日用品再花个500-600，算下来每个月都刚好花完，哪有剩余？张桂花接过本子一看，确实记录得清清楚楚，每一笔开支都有时间和金额。那你们就没有一点存款？刘美玲不信。有啊，林晓苦笑，大概有个2-3千块钱，留着应急用的，总不能1分钱都不留吧？王强在一旁听着，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。妻子说的没错，他们的生活确实很拮据。以前他没有仔细算过这些账，现在听林小一说，才发现自己的工资加上妻子的工资，除去各种开支，真的剩不下多少。那君子的装修费怎么办？张桂花着急地问。您不是还有王军吗？林晓反问。他现在不是在找工作吗？找到工作就有钱了，工作哪有那么好找？刘美玲不满地说。找不到工作可以降低要求啊，林晓建议，比如去工地搬砖，一天也有200-300块钱呢，干个100天就够装修费了。这话一出，王军的脸瞬间就绿了，让他去工地搬砖，那简直是开玩笑。小小，你说话也太过分了。王强忍不住说道。我怎么过分了？林晓一脸无辜。靠劳动赚钱有什么丢人的？我每天上班也是在赚钱啊，那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都是用时间换金钱，有什么区别？王强被问得哑口无言，他突然意识到妻子说的似乎有道理。为什么王军就不能去做一些辛苦的工作呢？张桂花看出了儿子的犹豫，赶紧说道，君子好歹也是大学毕业，怎么能去做那种工作？大学毕业怎么了？林晓反问。大学毕业就不能做体力活？那全国那么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合适工作的，都应该饿死。你就是故意的。刘美玲气急败坏。我怎么故意了？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林晓依然很平静。既然没钱，那就想办法赚钱，这不是很正常的逻辑吗？张桂花和刘美玲被说得无言以对，但心里都憋着一股火。第5个月的时候，
发生了一件让林晓更加坚定决心的事。那天是林晓的生日，她原本以为丈夫会记得，至少会买个小礼物意思一下，但王强显然忘得一干二净，甚至连一句生日快乐都没说。反倒是张桂花在晚饭的时候突然开口：对了，下个月是君子的生日，我想给他办个生日宴，邀请亲戚朋友都来庆祝一下。那挺好的，林晓平静地回应。但是办生日宴需要不少钱。张桂花话里有话，需要多少？王强问道。大概要3-4千吧，订个包间，请大家吃顿好的。王强看向林晓，林晓却在低头吃饭，仿佛没听到。小小，王强轻声叫道：什么事？林晓抬起头，一脸茫然。君子生日宴的事。哦，我觉得挺好的啊。林晓点点头。王军应该高兴坏了。那钱的事？什么钱的事？林晓装作不明白。王强和张桂花对视一眼，都有些尴尬。就是生日宴的费用。王强硬着头皮说：那不是应该王军自己出吗？林晓反问：过生日的人不出钱，难道还要别人出？他现在没工作，没工作就不过生日了呗。林晓说的理所当然，等有工作了再过，又不是小孩子，过生日还要大人出钱。张桂花终于忍不住了：小小，君子好歹也是你小叔子，他过生日你连一点表示都没有。我有表示啊。林晓从包里掏出一个小盒子，我给他买了礼物。众人一看，是一个很普通的钥匙扣，看起来最多值10块钱。刘美玲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：嫂子，你这个礼物也太什么？林晓反问。礼轻情意重，心意到了就行。再说了，这也花了我10块钱呢，都够我买2个馒头了。这话说的在场的人都无语了。10块钱的礼物，居然还要强调花了钱。王强看着妻子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想起刚结婚那会儿，林晓对家里人多么好，每次有什么事都抢着出钱出力，现在却变成这样，让他感到既心疼又无奈。但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毕竟妻子说的也有道理，确实是家里人先对他不公平的。算了，张桂花最终妥协，生日宴就不办了。为什么不办？林晓反而不解。王军的生日这么重要，怎么能不办呢？您不是最疼他了吗？没钱怎么办？您不是还有养老金吗？养老金都给君子买房装修了，那您让王军把钱拿出来办生日宴啊？林晓建议，反正都是您的钱，左手倒右手而已。这话说的张桂花和王军都脸红了。确实，那些钱本质上都是张桂花的养老金，只是通过王军这个中转站而已。但王军怎么可能把到手的钱再拿出来？他立刻找了个借口，那钱都交给开发商了，现在拿不出来，那就等拿得出来的时候再办呗。林晓依然很平静，反正生日年年都有，不差这一次。说完，他站起身收拾碗筷，仿佛刚才的对话与他无关。那天晚上，王强和林晓回到房间后，他终于忍不住开口：小小，你是不是还在生气？生什么气？林晓正在整理那些旧衣服。就是家里的事情。没有啊，我觉得现在挺好的。林晓头也不回，大家都各过各的，挺清静的。但是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啊。有什么不是办法的？林晓转过身看着他，我觉得很好啊，不用为了钱的事情吵架，不用看人脸色，多好。可是我们是一家人。一家人？林晓笑了，但笑容有些苦涩。强哥，你真的觉得我们是一家人吗？王强被问得哑口无言，他想说是，但回想起这几个月发生的种种事情，这个是字怎么也说不出口。算了，
早点睡吧。林晓重新转过身，继续整理衣服，明天还要上班呢。王强看着妻子的背影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3个月后的一天上午，林晓正在银行忙着工作，突然接到王强的电话，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慌乱：“小小，你快回来一趟，妈出事了。”“出什么事了？”林晓手里的笔停下来，她在医院，医生说可能是癌症。电话那头传来王强哽咽的声音。林晓愣了一下，然后平静地说：“我知道了，下班后过去看看。”“你下班后？现在就过来啊？”“我现在在上班，请假要扣钱的。”林晓的声音依然很平静，又不是什么紧急手术，下班后去也一样。“小小。”王强的声音提高了，“这是人命关天的事。”“我知道啊，所以我说了会去看看。”林晓顿了顿，“对了，检查费用多少钱？”“检查费大概1000多。”“那您找王军拿吧，他最孝顺了。”说完，林晓挂了电话，继续他的工作，仿佛刚才接到的只是一个普通的电话。下午下班后，林晓慢悠悠地坐公交车到了医院。病房里，张桂花脸色苍白地躺在床上，王强和王军夫妇都守在旁边，眼睛都红红的。“妈，我来看您了。”林晓走到床前，声音很轻。张桂花睁开眼睛，看到林晓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你来了？听说您生病了，医生怎么说？”王强在一旁回答：“初步检查可能是恶性的，需要进一步确诊。如果确诊的话，可能需要手术，那就听医生的安排呗。”林晓点点头。现代医学这么发达，癌症也不是绝症，可是手术费……王军欲言又止。“手术费怎么了？可能要10几万。”王强小声说道。林晓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10几万确实不少。”“小小。”王强拉住他的手：“我们想办法凑一凑。”“我们？”林晓看着他：“强哥，我们能凑多少钱？我们的存款？我们有什么存款？”林晓反问：“你忘了我们每个月的开支了？我们总共就剩下3000块钱不到，连个零头都不够。”王强被说得哑口无言。这几个月来，他确实看到了家里的账本，知道他们的经济状况很紧张。那怎么办？王军急了：“总不能不给妈治病吧？”“当然要治病。”林晓理所当然地说：“我觉得您应该把买房的钱拿出来给妈妈治病，毕竟妈妈的命比房子重要多了。”王军的脸瞬间变得煞白。那不行，房子的钱都交给开发商了，现在拿不出来可以退房啊。林晓建议，虽然可能要损失一些定金，但总比妈妈的命重要。不行，刘美玲立刻反对：“房子退了，我们住哪里？租房呗。我们不是一直在租房吗？”林晓反问：“有什么不行的？”“那不一样。”“哪里不一样？反正都是花钱住房子。”病房里的气氛变得非常尴尬。王军夫妇面面相觑，显然不愿意为了给张桂花治病而退掉房子。这时，张桂花突然开口了，声音很微弱：“小小，求求你帮帮妈妈。”这是张桂花第一次对林晓说“求”这个字。林晓看着床上的婆婆，心情很复杂。“妈，我真的没钱。”林晓的声音有些颤抖。“你也知道我们的情况。”“我知道你有钱。”王军突然爆发了：“你不可能真的这么穷，我凭什么有钱？你的工资卡我查过了。”王军红着眼睛说：“每个月都有钱进账。”林晓愣了一下，然后缓缓站起身。病房里的所有人都看着他，等待他的反应。他掏出手机，打开银行啊，余额上的数字让他们懵了。王强看到这个数字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王军和刘美玲
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。就连躺在病床上的张桂花也艰难地抬起头，震惊地看着屏幕。这怎么可能？王强结结巴巴地说，余额显示清清楚楚，847,632元。病房里的沉默持续了足足1分钟，所有人都瞪大眼睛看着林晓手机屏幕上的数字，仿佛在看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。284.7632元，这个数字对于他们这样的普通家庭来说，无疑是个天文数字。小，王强的声音颤抖着，这钱是从哪里来的？林晓看着丈夫震惊的表情，心里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。这半年来，她一直在等待这一刻，等待真相大白的这一刻。想知道吗？林晓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每个字都清晰无比。那我就告诉你们，这钱是怎么来的。她收起手机，在病房的椅子上坐下，看着在场的每一个人。首先，这些钱每一分都是我合法赚来的。林晓的语气很认真，我没有偷，没有抢，更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。那你是怎么赚到这么多钱的？刘美玲忍不住问道。很简单，投资理财。林晓回答，我在银行工作，对金融产品比较了解。这几年来，我把大部分工资都用来投资了。投资什么？王强追问。基金、股票、理财产品，还有一些外汇。林晓如数家珍，我的专业知识告诉我，哪些产品值得投资，哪些风险太大，所以我的投资收益一直不错。王强听得目瞪口呆，他一直以为妻子只是个普通的银行职员，没想到他在投资理财方面竟然这么厉害。那你为什么从来没告诉过我？王强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受伤。告诉你，林晓苦笑，告诉你有什么用？你会支持我吗？我为什么不支持？因为你妈不会支持。林晓看向床上的张桂花，您还记得3年前的事情吗？我提议用我们的积蓄买股票，您是怎么说的？张桂花的脸色变了，显然想起了什么。您说，女人家的，懂什么投资？老老实实把钱存银行就行了。林晓一字一句地重复着张桂花当年的话。您还说，钱要放在明处，不能让我乱花。那时候我是为了你们好。张桂花虚弱地辩解。为了我们好。林晓的语气变得有些尖锐。您是怕我把钱花光，以后您的小儿子没钱可拿吧？病房里再次陷入沉默。林晓说的没错，当年张桂花确实是这样想的。她担心林晓乱花钱，影响到将来给王军的支持，所以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决定不再告诉任何人我的财务状况。林晓继续说道，我开了一个秘密账户，把投资赚到的钱都存在里面。表面上我还是每个月按时上交生活费，其他的开支也都很节制。那这半年来，你装穷是为了什么？王军忍不住问道。林晓看向王军，眼中闪过一丝冷意。装穷？我可没有装穷。你明明有这么多钱，却说没钱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没钱？林晓反问。我只是说没有多余的钱花在一些我认为不必要的事情上。什么叫不必要？比如给一个30岁的成年男人买房、装修、办生日宴。林晓的话说得很直接，我觉得这些都是他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，不是吗？王军被说得哑口无言。还有，林晓继续说道，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不会给妈妈治病，我只是觉得，在要求我出钱之前，应该先看看其他人的态度。什么意思？王强不解。意思是，我想看看，当妈妈真的需要钱的时候，那些平时最受宠的人会做出什么选择。
林晓的语气很平静，但话里的意思让在场的人都感到不寒而栗。张桂花艰难地开口：“小小，妈妈知道错了，错了。”林晓看着床上的婆婆：“您错在哪里了？我不该偏心。不，您没有错。”林晓摇摇头：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，您偏爱小儿子，这是人之常情，我也不怪您。我只是想让大家看清楚一个事实。”林晓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在这个家里，谁才是真正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？这半年来，我一直在观察你们每个人的反应。林晓转过身，看着在场的每一个人：“妈妈，您把养老金全部给了王军，理由是他需要买房结婚。我没有反对，但我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，个人花个人的钱。当时您是怎么反应的？您说我是外人，说只有姓王的才是一家人。”张桂花听到这话，脸上露出愧疚的表情。然后呢？当家里需要额外花钱的时候，您找的还是我，买药、修电器、交物业费，您还是希望我出钱。林晓的声音渐渐变得尖锐：“这是不是很矛盾？我既然是外人，为什么还要承担家里的开支？我那时候是气话。”林晓冷笑：“那王军和刘美玲呢？他们也是在说气话吗？”王军和刘美玲都低下了头，不敢接话。“王军，你一个30岁的成年男人，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，却理所当然地花着老母亲的养老金。”林晓看向王军：“我让你去找工作，哪怕是体力活，你都不愿意，为什么？”我在找合适的工作。合适的工作？林晓反问：“什么叫合适？坐办公室，朝9晚5，工资还要高？我是大学毕业，大学毕业了不起吗？”林晓打断他：“我也是大学毕业，我老公也是大学毕业，我们还不是一样，要为了生活努力工作。”王军被说得面红耳赤，却找不到反驳的理由。“还有你，刘美玲。”林晓转向王军的女朋友：“你一边享受着婆婆的钱，一边还要挑拨离间，说我这个不好，那个不好。我没有挑拨离间，没有。”林晓冷笑：“不像有些人，连给您买件新衣服都舍不得。”这话是谁说的？刘美玲的脸瞬间变得通红。“妈给我们钱是因为我们要买房，这是大事。这话又是谁说的？嫂子工作稳定，收入不错，哪像我们君子现在还在找工作。这话还是谁说的？”每说一句，刘美玲的脸就红一分。她没想到林晓把她说过的话都记得这么清楚。最后说：“你，强哥。”林晓看向自己的丈夫，眼中露出失望的神色：“你是我的丈夫，是最应该站在我这一边的人，但是每次发生冲突的时候，你都选择沉默，或者劝我忍让。”王强张了张嘴，想要解释什么，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。“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，从来没有想过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。”林晓的声音变得有些哽咽：“你只想着维持表面的和谐，却从来不问问我心里是什么滋味。小小，你知道这半年来我是怎么过的吗？”林晓打断他：“我每天都要演戏，演一个贫穷的、可怜的、没有能力的女人。我穿最便宜的衣服，用最破的手机，连化妆品都不敢买。我在外面的同事朋友面前要装作家庭幸福、经济宽裕，回到家里却要装作拮据困难，处处节约。你知道这种感觉有多难受吗？”林晓说到这里，眼泪终于流了下来。这是他这半年来第一次在家人面前落泪。看到林晓哭了，王强心疼得不行，他想要上前安慰，但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“小小，对不起。”王强的声音很轻。“对不起有用吗？”
林晓擦掉眼泪，重新恢复了冷静。强哥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让你们所有人都看清楚一个道理。林晓的眼神变得坚定。在这个家里，到底谁才是真正有用的人？当你们都觉得我没钱、没用的时候，有没有人真正关心过我？当你们需要钱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的是谁？当家里出事的时候，最后还得靠谁来解决？一连3个问题，让在场的人都陷入了沉思。我用这半年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。林晓继续说道，这个家离开了我，根本转不动。没有我每个月上交的生活费，你们连正常的生活都维持不了。没有我做饭洗衣服，你们连基本的家务都搞不定。没有我的收入支撑，你们连房租都交不起。但是你们呢？你们给过我什么？张桂花躺在床上，听着林晓的话，眼泪不停地流。她这时候才意识到，自己这些年来对这个儿媳妇是多么的不公平。妈，我知道您最疼王军，这个我不怪您。林晓看向张桂花，但是您不能一边享受着我的付出，一边却把我当外人。我也知道您担心王军的将来，怕他没房子没老婆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一个男人连自己的房子都买不起，连自己的生活都负担不起，他凭什么结婚？凭什么让女人跟他受苦？这话说的王军面红耳赤，他一直觉得自己理所当然地享受母亲的钱，却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还有你，刘美玲。林晓转向刘美玲，你一边花着婆婆的钱，一边还嫌弃这个嫌弃那个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没有这些钱，你们连基本的生活都保证不了？刘美玲被说得无地自容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至于你，强哥，林晓最后看向王强，你是我的丈夫，你应该保护我，支持我，而不是总是让我忍让退步。婚姻是2个人的结合，不是一个人的单方面付出。如果你总是站在别人那一边，那我要这个丈夫还有什么意义？王强听到这话，心里一震，他意识到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他可能真的会失去林晓。病房里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还是张桂花开了口，小小，是妈妈错了，妈妈以后再也不会那样对你了。林晓看着床上的婆婆，心情复杂。她知道，如果不是这次生病，张桂花永远不会说出这样的话。妈，我不需要您的道歉。林晓摇摇头，我只需要您明白一个道理，家庭是需要每个人都付出的，不是某一个人单方面的奉献。我明白了，我都明白了。张桂花边哭边说，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谈治病的事情。林晓重新坐下，妈妈，您的手术费大概需要多少钱？医生说，可能要15万左右。王强回答，15万不算多。林晓点点头，我可以出这个钱。听到这话，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，特别是王强，差点哭了出来。但是林晓的话锋一转，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王军紧张地问。第一，从今以后，家里的财务要公开透明，所有人的收入和支出都要记录在案。第二，家里的重大开支必须经过家庭会议讨论决定，不能再有人擅自做主。第三，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必须工作，不能再有人无所事事的啃老。第四，家务活要合理分配，不能再让某一个人承担所有的家务。第五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林晓看向王强，我需要我的丈夫站在我这一边，支持我的决定。王强毫不犹豫地点头，我答应，我都答应。那你们呢？林晓看向王军和刘美玲，王军和刘美玲对视一眼，虽然心里不太情愿，但在这种情况下，
他们也只能答应。我们也答应。王军小声说道。很好。林晓站起身，那我现在就去办理住院手续，联系最好的医生给妈妈做手术。小小，张桂花叫住了她。妈，您还有什么事？谢谢你，谢谢你原谅我们。林晓看着床上的婆婆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她知道这一次的事情虽然让家庭关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，但要真正修复彼此之间的信任，还需要很长的时间。妈，我从来没有不原谅您。林晓轻声说道。我只是希望从今以后，我们能够真正像一家人一样相处。1个星期后，张桂花的手术非常成功。医生说，由于发现的比较及时，治愈的可能性很大。在张桂花住院的这段时间里，林晓几乎每天都来陪护。她不仅出了医疗费，还请了最好的护工，买了最营养的补品。王强看在眼里，心里既感动又愧疚。他意识到自己这些年来确实太忽略妻子的感受了。小小，一天晚上，王强在病房外的走廊里对林晓说：“这些年来是我对不起你，强哥，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。”林晓摇摇头，我们向前看。不，我必须说。王强的神情很认真。我一直以为维持表面的和谐就是对家庭负责，但我没有想到这样做其实是对你最大的不公平。我应该保护你，支持你，而不是总是让你委曲求全。林晓看着丈夫真诚的样子，心里的冰块开始慢慢融化。强哥，我知道你也很难做。林晓轻声说道。你夹在中间，两边都不好得罪，但是你要记住，我是你的妻子，是要和你过一辈子的人。如果你连我都保护不了，那我们的婚姻还有什么意义？王强用力点头，我记住了，以后再有任何事情，我都会站在你这一边，不是站在我这一边。林晓纠正道，是站在对的那一边。与此同时，王军也在发生着变化。林晓的话让他深深地反思了自己的行为。一个30岁的男人居然还在花母亲的养老金，这确实是件很丢人的事情。第二天，王军来到病房，对林晓说：“嫂子，我找到工作了。”什么工作？林晓有些意外。快递员。王军有些不好意思，虽然不是什么体面的工作，但总算是靠自己的劳动赚钱了。林晓听了，很欣慰地点点头。靠自己的劳动赚钱，没有什么不体面的。嫂子，我想跟你道歉。王军的脸涨得通红。这些年来，我确实太不像话了。我一个大男人，居然一直花妈妈的钱，还理所当然地觉得应该的，知道错了就好。林晓没有追究，人都会犯错，重要的是要改正。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工作，自己赚钱养活自己，不再让妈妈操心。那你女朋友呢？林晓问道。王军的脸色有些难看。他说如果我做快递员，他就要分手。林晓并不意外这个结果。像刘美玲这样的女人，看重的只是金钱和地位，不是人品和感情。那你怎么办？分就分吧。王军苦笑。这样的女人，就算结婚了也不会幸福。林晓点点头，没有多说什么。有些道理只能让当事人自己去体会。1个月后，张桂花出院了。在这个月里，整个家庭的氛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首先，林晓不再伪装贫穷，她恢复了正常的衣着打扮，也开始使用正常的生活用品。但她并没有大手大脚的花钱，而是保持着理性的消费习惯。其次，家里的财务变得完全透明。林晓制作了一个家庭账本，记录每个人的收入和支出。张桂花的养老金不再全部给王军，
而是按比例分配给2个儿子的家庭。王军找到工作后，刘美玲果然提出了分手，但王军并没有因此而沮丧，反而觉得轻松了很多。他开始认真工作，也开始学会独立生活。最重要的是，王强和林晓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。王强开始真正关心妻子的感受，也开始在家庭冲突中明确地支持妻子。小小，一天晚上，王强对林晓说：“我现在才明白，你这半年来承受了多大的压力。你为了让我们所有人都看清楚现实，自己却要承受那么多的委屈和痛苦。”林晓靠在丈夫的肩膀上，轻声说道：“那段时间确实很难熬，有好几次我都想放弃，想要直接摊牌。那你为什么没有？因为我知道，如果不让你们亲眼看到后果，你们永远不会真正改变。现在呢？你觉得我们真的改变了吗？”林晓想了想，点点头：“我觉得是的。妈妈现在对我比以前好多了，你也比以前更关心我的感受。王军也开始自立了，那你还愿意和我们继续做一家人吗？”“当然愿意。”林晓笑了，毕竟家人就是要相互扶持的。3个月后，王军在工作中表现出色，被提升为区域主管，他的收入大幅增加，也开始为母亲的生活费出钱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他在工作中认识了一个同样勤劳善良的女孩，2个人因为共同的价值观而走到一起，感情发展得很稳定。张桂花的身体也恢复得很好，医生说癌细胞已经完全清除，只要定期复查就行了。她现在对林晓的态度彻底改变了，不仅把她当成真正的女儿看待，还经常向邻居夸赞林晓的好。“我这个儿媳妇啊，真是个宝贝。”张桂花经常这样对邻居说：“要不是她，我这条老命都没了。而且她还这么有本事，会投资理财。现在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比以前好多了。”邻居们都很羡慕张桂花有这样的儿媳妇，而张桂花也终于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孝顺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家人。1年后，林晓和王强用他的投资收益付了一套房子的首付，结束了多年的租房生活。在搬家的那天，张桂花拉住林晓的手，眼中含着泪水：“小小，谢谢你没有放弃我们这个家。”“妈，说这些干什么？”林晓笑着说：“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。”“是啊，一家人。”张桂花重复着这3个字，眼泪终于流了下来。她知道，如果没有那次生病，如果没有林晓的那次装穷，他们一家人可能永远不会真正和谐。林晓的那半年表演，表面上看是在报复，实际上却是在拯救这个家庭。他用最极端的方式，让每个人都看清了自己的问题，也让每个人都学会了珍惜。“妈。”林晓轻声说道，“其实我从来没有怪过您，我知道您疼王军，这是人之常情。我只是希望在疼他的同时，也能看到我的付出。我看到了，我现在都看到了。”张桂花紧紧握住林晓的手：“你是我们家最大的功臣。”王军也走过来，对林晓深深地鞠了一躬：“嫂子，谢谢你没有真的放弃我。如果没有你当时的话，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成长。”林晓扶起王军，拍拍他的肩膀：“一家人不说谢谢。”王强在一旁看着这一切，心里满满的都是幸福。他知道，他们一家人终于找到了正确的相处方式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